2025年7月10号，就在大家都以为席卷全球的关税大战正在朝一个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呢，川普用一条推文呢，向北方那个最安静、最依赖他的邻居再次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北伐。他威胁将要在8月1号把对加拿大的关税提升到令人窒息的35%。您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已经记不清这是他第几次挥舞关税大棒了？是不是呢？也对令人眼花缭乱的税率呢是感到麻木与困惑？我甚至都怀疑关税比例对于川普本人而言，只不过是根据心情抛出的一个数字。但是其背后真正的目的，远远要比数字本身要冷酷得多。要理解这场风暴我们必须要看一看牌桌上的筹码。目前呢，美国对于加拿大产品征税大致是可以分成3类。其一呢，是符合美墨加3国贸易协定的北美原产地的产品占据半数左右，理论上来讲呢是可以免税的。第二类呢是石油、天然气、钾肥等美国急需的战略资源征税是10%。第三呢便是其他的所有商品了，包括钢、铝、铜、工业制品和绝大部分的农产品，统一呢都是征税25%。那么此番呢全面加码到35%。它的覆盖范围与豁免细节呢，目前还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确认。但是这个模糊本身呢，就是一种武器。川普的意图呢，其实是昭然若揭的。他要的不是钱而是加拿大的命脉，是能源、矿产、淡水以及整个的工业体系。他要在经济上呢，是彻底瓦解加拿大的自主性，为最终实现和平吞并铺平道路。面对如此赤裸裸的意图呢，我们甚至不必去分析加拿大那些看似有利的回击无论是对等的这个关税报复，还是切断能源供给，我相信呢，这些手段对于一个经济体量10倍于自己且早已将全球供应链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美国而言呢，无疑是螳臂挡车。此刻的美国在民粹主义的烈焰驱动下呢，正像是一座即将失控的核反应堆。而加拿大呢，就睡在这座核反应堆的旁边。冷静的思考短期内加拿大确实是无计可施。新任总理马克卡尼呢，城府极深，其心思缜密呢，与前任的小特鲁多这种天真烂漫真的是判若两人。但即便如此，面对一个将国际规则视为无物的对手，那么任何传统的政治智慧呢，都是显得苍白无力。加拿大的策略大概率只能是拖延与敷衍，在惊涛骇浪中呢蜷缩自保，盼着3年半以后呢能够迎来转机。那么这也是一种无奈的现实。那么加拿大就注定会一败涂地，被美国打得体无完肤，最终只能默默承受被盘剥的命运吗？恰恰相反若将视线呢从眼前的废墟拉向未来的地平线，我会说这对于加拿大而言反而是一次100年不遇的历史机遇。川普的重压呢，除了带来了伤害，更加重要的是，我相信他必将以一种休克疗法的方式，倒逼加拿大开启痛苦而伟大的去美国化的进程，重塑一个真正独立多元的经济国格。因为川普所摧毁的呢，恰恰是加拿大过去80年最大的一个敌人，依赖美国所衍生的惰性与迷失。这种依赖与其说是一种选择，倒不如说是一种历史的宿命，一种温室花卉式的一个成长的困境。我们可以把美国市场想象是一座巨大、完美、四季如春的一个温室在这座温室里呢，加拿大就像是一株植物被精心的呵护，它无需是经历风雨，总是能够获得最适宜的阳光和养分。而温室之外的其他植物呢，则必须是在旷野中扎根，与干旱、严寒和竞争搏斗，锻炼出强壮的根系和坚韧的躯干。久而久之温室里的植物是出落得异常的繁茂色泽鲜艳，但是呢，它的美丽却是脆弱不堪。一旦温室的玻璃被打破，当它第一次暴露在真实世界的狂风暴雨当中的时候呢，才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抵御这严酷的自然。这个呢，便是加拿大的一个真实的写照。2战以来守着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加拿大轻松地实现了繁荣。卖石油给邻居，只需要铺设管道，何必去建设深水港，去承担远洋运输的风险呢？为美国车企做配套呢，订单是源源不断，何必去充满竞争的亚洲与欧洲市场血战？
那么这种管道式经济和订单式工业呢，让加拿大形成了一种深刻的路径依赖。这种依赖呢，在心理层面演变成了一种中等强国的自我麻痹。它让加拿大满足于在 G7 等国际俱乐部中拥有一个席位满足于在美国主导的体系当中扮演一个品行端正、人畜无害的一个模范生。那么这种心态反映在商业上就是企业家精神的普遍缺失。当一家初创公司稍有起色，创始人呢想到的往往不是如何把它打造成一个全球的巨头，而是何时能够以一个好价钱卖给美国的收购者。那么这种卖掉即成功的观念呢，在硅谷被视为一种选择，但是在加拿大却几乎成了一种常态的天花板。守着美国这个问世加拿大的经济变得是异常的舒适，但是也因此丧失了在丛林中独立生存的意志和能力。长年以来的养尊处优让这个国家和他的人民逐渐变得缺乏斗志，甚至滋生出一种不合时宜的优越感。于是我们经常频频会看到加拿大在国际舞台上做出与其国力不符的一些傻事，不计自身利益，甘当美国的马前卒。更加可悲的是许多加拿大人心中非黑即白，简单的认为美国要打压的便是邪恶美国要抓捕的就是罪犯。而就在加拿大忠心耿耿将全世界简化为美国和非美国的时候呢，美国、欧洲却在全世界积极布局，吃尽了亚洲崛起的红利。试问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个发达国家活得如此的天真，或者说呢，活得如此的身不由己？这其实呢，也并非是绝对的单纯，而是在巨人的阴影下呢，为了分享内狱里阳光而不得不做出的一种姿态。而川普呢，正在以一种最粗暴的方式提醒了这个沉睡的国家。从民间自发的胳膊肘向上运动呢，购买国货的运动，到官方被迫四处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加拿大呢，正在史无前例地朝着与美国相反的方向狂奔。当信任的基石崩塌，当盟友露出獠牙，幻想呢便不复存在。摆脱美国已经从一句口号变成了关乎存亡的唯一的选择。这条路呢，我相信是通往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向外求索，从美国的后院到世界枢纽的身份的一个重塑。高关税迫使加拿大将目光呢投向广阔的全球市场，而在他的手中呢，恰好是握着两张王牌：欧洲和亚洲。从锂、镍、钴等关键矿产，到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产品，再到依然有着极大开发空间的农产品。当全世界都在寻找一个稳定可靠的第三方供应链时呢，一个政治稳定资源丰富、技术先进且被迫独立的加拿大呢，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地缘经济价值。而第二个方向呢，就是向内拓展。长期以来一个荒诞的故事就是呢，阿尔伯塔省的酒类产品呢是很难卖到安大略省，而魁北克省的建筑工人呢也没办法去 BC 省工作。省际贸易壁垒呢，是禁锢加拿大经济的一个柏林墙。美国35%的关税呢，将赋予加拿大各级政府前所未有的政治动力，去推倒这堵墙。当加拿大制造能够真正在国内畅通无阻的流通的时候，其所释放的内部经济需求与活力呢，将有可能抵消关税所带来的部分损失。而在关税反击下，昂贵的美国商品呢，将成为加拿大本土制造业复兴的一个黄金机遇。那么从食品加工到高端设备一场深刻的国货运动将在本土上演。倘若我们有幸再活50年回望此刻呢，我们或许会发现2025年并非是加拿大的末日，而是这个国家第二次建国的元年。加拿大第一次建国呢是1867年，英裔法裔移民和加拿大的原住民将四散的殖民地缝合成一个名为加拿大的自治领，那是一次地理上的统一一次政治上的妥协。而这一次呢，是在美国的阴影下，4000万的加拿大人必将再次团结起来，再一次完成精神的独立和国魂的重铸。我们无法预言加拿大未来呢将在哪个产业上重新崛起，也无法断定呢它能否一直是一个保持富裕。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其根基呢是绝对不能建立在另外一个国家的恩赐之上。川普的重拳呢，打碎的不仅仅是几十年的贸易协定，更是无数加拿大人心中那个美国是永恒避风港的幻想。
我相信啊，这个过程一定是痛苦的，它有可能需要一整代人去承受经济衰退的煎熬，去适应一个不再舒适的世界。它需要加拿大的企业家将目光从南方的纳斯达克转向上海、东京、法兰克福和孟买的交易所，需要加拿大的工程师为温哥华到哈利法克斯的能源大动脉呕心沥血，需要加拿大的政府拿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去推倒那些阻碍内部统一的省际之间的柏林墙。这绝非是易事啊，但是我相信坚韧的钢铁呢，必将是在最炙热的烈火当中锻造，伟大的国家呢，也必将在最深重的危机当中觉醒。与其是在美国这口温水锅里啊，被慢慢的剥夺掉反抗的意志，最终呢沦为美国这个大熔炉当中的一道微不足道的配菜，还不如呢就趁着川普这盆浇在头顶上的热油啊，猛然惊醒，奋力一跃。哪怕跃入的是一片充满未知与荆棘的荒野，那也是一片属于自己的、可以自由驰骋的广阔的天地。所以啊，我甚至希望这场风暴来得更猛烈一些，因为只有一个人被逼到绝境的时候，才会发出最强的求生欲望。那么一个国家也只有在面对真正的生存威胁的时候，才能真正的团结和觉醒。加拿大未来的日子呢，我相信一定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但也因此会充满了无限的可能。这个拥有无限资源、多元人民和民主基石的国家呢，一旦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命运，一旦决定将国家和未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么它能够爆发出的能量将超越所有人的想象。这不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啊，而是一个传奇的开始。未来的加拿大呢，哪怕是在废墟上重建，也必将重铸真正的北国之魂。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大伟探秘加拿大，我们下期再见。